2月5号至6号，中美经济工作组一连2天在北京举行第3次会议。双方在会后通报中都强调进行了坦诚沟通。6号，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还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视频通话。中美最新经济对话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有中国问题专家之称的坎贝尔获批将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一职，这又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来看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6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中美经济工作组第3次会议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一行。这次会议是中美经济工作组2024年的第1次会议，也是该工作组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面对面会谈。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20国集团财经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 据美媒报道，美国财政部就此次会议表示，美方在会上重申，美方并不寻求中美经济脱钩，而是寻求健康的经济关系。美国财政部还透露，双方在会议结束时同意在4月再次会面。美国《纽约时报》5号称，拜登政府派遣财政部高级代表团赴北京举行新一轮经济会谈，表明全球最大2个经济体渴望继续接触。彭博社指出， 此次经济工作组对话是拜登政府与中国维持沟通渠道的努力之一。一方面寻求面对共同挑战，一方面也欲通过政策维护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中方新闻稿中提到了坦诚，美国媒体援引的美财政部官员也数次提到坦诚。观察认为，中美之间的会晤的确需要以这种现实和理性的态度打底，不必回避矛盾和问题。越是坦诚的态度，越有利于互信的建立。中美经贸关系千头万绪。 之前解决了一些双方有共同利益、能够相向而行的问题，比如反洗钱、反避税等。而这次中美经济工作组第3次会议，相较于去年10月的第1次会议提到的议题更加具体。中方直接点名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美方在会上则对中方的产业政策实践和产能过剩提出关注。 双方直面矛盾和问题，逐渐进入存在不同看法的主题。尽管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分歧较大，但中美保持频繁对话，表明双方仍然认为通过谈判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微信公众号“玉言谈天”7号发文称，新一轮中美经济对话重点向外界传递3个共识，即不脱钩是中美经济领域沟通的前提，中美双方正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及中美经济领域保持频密沟通，有助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文章指出，这次美方代表团的牵头人是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尚博。根据美国财政部官网介绍，尚博的职责是帮助财政部制定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7国集团、20国集团、汇率问题、气候政策和国际金融监管相关的国际经济政策。中美两国围绕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对话和沟通，这个对于 双方呢消除一些误解误判，然后能够进一步的落实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旧金山峰会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呢，由于中美两国呢是在全球经济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呢，这一次会谈所涉及到的内容已经超越了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本身，而具有了这个非常积极的全球性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来，中美在多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推动双方关系回暖。有分析认为，相比于过往的中美对话机制，这次的工作组分工更细，讨论的问题将更专业、更具体、更细致。其次，运作更实，不仅要有共识，还要有行动，比如气候合作、禁毒合作，都必须有可操作的措施。 这个变化说明，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中美之间只有建立更加务实的合作机制，才能把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在中美成立的多个工作组中，经贸领域成为中美高层交流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显示双方都有迫切的合作需求。6号，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就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视频通话，就中美商贸工作组第1次副部长级会议筹备工作和双方关切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沟通。王受文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力量，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认真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发挥中美商贸工作组作用，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创造良好条件。王受文还就美对华半导体和云服务管制、公平对待在美中国企业、光伏限制措施等表达了关切。这表明中美对话势头良好，但在经贸领域仍存在诸多分歧和挑战。美对华加征高关税及投资限制，以及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遏制等问题，仍有待双方进一步解决。去年7月，美国收紧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的同时，为防止中国企业绕开 AI 芯片禁令，通过云服务获得美国 AI 算力，美国还准备向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企业发布禁令，要求他们为中国客户提供云计算服务前，也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但研究数据表明，过去12年，中美不仅在 AI 科研领域合作研究数量全球最多，两国企业在涉及新能源汽车及无人驾驶等 AI 产业领域也开展了广泛合作。美国若执意切断与中国之间正常经贸和科技交流，也将使美国自身的科技产业受到影响。此外，就中美经济工作组展开的第3次会议，多家美媒报道中还特别提到，这次双方讨论涉及的领域包含电动汽车。值得注意的是，彭博社近期还发表评论文章，试图向美国政府支招，扭转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该文透露出，美商务部一再下令对中国产品做出各类制裁限制措施，而部长雷蒙多最近将视线聚焦在了中国电动汽车领域这一讯息。很明显的是，美国已将新矛头指向了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不过，近日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向美国提交意见书，指出将受关注外国实体从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中剔除不现实。针对的是1月起生效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电动汽车补贴细则中，欲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电池供应链外这一举措。分析指，此举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目的明显，与美国政府当前实施的半导体脱钩政策如出一辙。但这一扭曲市场的手段，反过头来只会反噬美国本土新能源车企，推高生产成本，最后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现在这个电动车产业已经成为了美方呢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实际上，拜登政府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供应链战略其中就把新能源列为是美国最应该关注的这个关键领域和核心产业。那么，所以我想，随着中国整个这个电动车产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市场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美国对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打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那么这个也反映出来美方呢，它在越来越倾向于把经济问题安全化。作为中国来讲，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跟美方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磋商，能够争取把相关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另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美国会参议院以92票赞成、5票反对，确认坎贝尔将接替舍曼职务，出任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第2号人物。坎贝尔现年66岁，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也是美国印太政策的重要舵手。作为美国一系列对华竞争、打压与遏制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坎贝尔对华态度强硬，但也曾公开表示，中美可以在气候问题等双方都感兴趣的领域合作。路透社认为，拜登提名坎贝尔担任副国务卿，凸显他将美国主要外交政策重点转向中国的努力。美联社则表示，这一决定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他总体对华强硬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可以预见的是，拜登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的深化。但另一方面，我想呢，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坎贝尔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那么他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务实，可能呢也会致力于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框架的稳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重大的意外风险所带来的挑战。